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也迎来了高科技时代。科技已经和我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就连付款这件看似很平常的事情，都已经和科技挂钩。过去人们购物时付款都只能用一种方式，那就是掏出钱来付款。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没想到这几年，随着科技越来越先进，人们只需要一个手机，点几下就可以完成付款了。这种全新的支付方式颠覆了大家的传统观念，这种现象让人惊喜，忍不住感叹，科技真的可以改变生活。如果没有高科技的帮助，这种新型的支付方式也无法兴起。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移动支付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主要是在我国风靡，有很多国家都不是很火爆，就连一些发达国家都不喜欢使用移动支付。无现金时代真的很危险吗？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对移动支付没兴趣，这究竟是为何？一，为何我国宠爱移动支付？现在我国的老百姓出门买东西时，更喜欢用手机付款，已经很少有人还会拿出钱来付款。为何我国热衷于移动支付？原因有很多，比如政府和银行大力支持，我国鼓励国内企业发展移动支付技术。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一些科技企业，比如腾讯、阿里巴巴等，呕心沥血打造了第三方支付平台，如微信、支付宝，就是国内最有名的2个支付平台。老百姓在进行移动支付时，最喜欢用微信和支付宝。大家总是会习惯性的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支付宝扫一扫来付款，因而这2个支付平台也成为了使用人数最多的线上支付平台。当然，银行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在进行线上支付之前，需要用户先绑定银行卡，这就需要得到银行的背后支持才能实现。此外，这种方式方便快捷，现金支付其实很麻烦的，大家必须把钱带在身上。如果身上没钱的话，去店里购物时就没办法付款了。可是移动支付的方式出现之后，人们出门时只要拿着自己的手机即可完成支付，真是非常方便。2，移动支付不是发达国家的宠儿，和我国不一样，移动支付在美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却不是宠儿，因为他们更宠爱现金支付。时至今日，这些发达国家依然在不停地使用传统的一些支付方式，比如现金支付等。美国就是如此，在购物时，付款都是用纸币美元来支付，因而美国民众出门都会随身携带现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民众也喜欢使用信用卡支付，因为这样做可以积累很多积分，对自己有利。其实这种方式和现金支付差不多，毕竟都是需要线下支付。和美国一样，日本也是对现金支付方式情有独钟。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日本人在买东西付款时都会掏出钱包用日元支付。日本的科技实力也很强，该国却没有推广移动支付。3个原因导致为什么美日等这些发达国家为何对移动支付提不起兴趣呢？主要是下边这3个原因导致的。1，西方国家更注重隐私，这些发达国家有可能是认为移动支付未必能给人们带来更多好处，还有泄露隐私的风险，因而并没有大力支持。此外，外国银行也是利益至上，如果让老百姓使用移动支付，并不能给自己获得更多的利润。正因如此，他们当然就不肯大力发展移动支付。2，和消费习惯有关，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一直对现金和刷卡支付的方式如痴如醉，
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也就不想做出改变。即便现在科技发达，移动支付已经不再是梦，但是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依然不愿意抛弃现金支付这个旧爱。而我国的老百姓则不同，大家一向都能做到快速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国家推出移动支付之后，老百姓很快就有权利支持，争先恐后的使用。如今就连很多老人和小孩都能够熟练使用移动支付，这也表明我国移动支付早已成为新宠儿。只是一些不太熟悉手机功能的老人还会拿钱出来支付。如果现在付款还用现金，反倒是会被认为很奇怪。毕竟人们的潜意识里都认为移动支付才是主流。一些欧美国家的民众到我国旅游之后，发现我国民众都喜欢移动支付，这种现象在他们的国家很罕见，因而他们顿时会感觉大吃一惊，不可思议。3. 没有权利发展相关技术。移动支付要风靡，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和网络信号的覆盖，否则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木之本。我国的一些科技近几年来在全力发展相关的技术，精心打造了移动支付软件，这就为移动支付的流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国外的科技企业并未全力发展相关技术，而且就算他们发展了，也很难推广移动支付。据悉全球有600多万座移动通信基站，我国就占了400多万座。外国很难做到像中国这么全面覆盖的网络，没有大范围的网络覆盖，想使用移动支付也没办法。毫无疑问，这几个主要原因犹如拦路虎，阻挡了这些发达国家积极推广并使用移动支付。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国家可能都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毕竟他们很难快速接受移动支付这种科技感十足的支付方式。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些国家的民众仍在使用现金支付很麻烦，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就会发现其实对于他们而言，用现金支付更方便。4. 无现金时代太危险。移动支付流行的今天，也堪称无现金时代。毕竟人们几乎不使用现金，就相当于没有现金。这样的时代的确方便快捷，人们付款都是可以快速完成，就算不把钱带在身上也可以出门，非常的轻松。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移动支付其实也存在一些弊端。1. 个人信息有可能被泄露，在开通移动支付之前，都必须完成各种验证，比如输入银行卡账号、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唯有如此，平台才会允许大家使用移动支付。这些个人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居心叵测之人获得这些信息之后，为了谋取暴利，可能会出售。届时人们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之后，电信诈骗分子将会来骚扰，如果不注意，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很大。2. 资金存在被盗风险。由于大家的资金存在银行卡里，而没有在自己手中，如果一些黑客用非法手段进入相关的支付平台，获得了大家的信息之后，卡里的资金就存在被盗风险。这样的话，大家或将会面临经济损失，这可真是让人很头疼。当然，移动支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比如一些犯罪分子想通过洗钱的方式转移非法所得的资金，警方就能及时发现并实施抓捕，让这些犯罪分子的阴谋无法得逞。如果是在过去使用现金支付这种传统的方式，犯罪分子就很可能逃之夭夭。足以见得，移动支付有利也有弊。5. 如何规避风险？虽然移动支付在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
同样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规避风险呢？一、政府加强监管。政府有必要对相关企业加强监管，尽量不让他们把人们的个人信息泄露，从而保证大家的资金安全。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有了国家的监管之后，打造了线上平台支付的相关企业就不会懈怠，而是会竭尽所能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此外，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加大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从而尽可能减少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近年来国家也一直在积极做这件事，比如警方加强网络监管，已经让很多不法分子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好事，值得欣慰。二、提高企业警惕。作为打造了线上支付平台的企业，也需要提高警惕，竭尽全力不让客户的个人信息泄露，要把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密切关注。如此一来，才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企业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让大家放心。总之，移动支付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美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大家已经离不开移动支付，展望未来，移动支付也会继续和我们相依为伴。但愿今后这些风险会越来越少，这样的话，移动支付就能更好地蓬勃发展。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对于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和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请点下一个免费的赞。我们下个视频见啦！